关注更关键时刻，就在3月底4月初，我们注意到蔡英文到了美国，我们看到马英九到了中国。可是有一个其实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就是位在意大利罗马北约有一个防卫学院。这个防卫学院有点像我们的国防大学，它的院长李提曼居然跑到台湾来，而且跟我们的国防大学、跟我们很多的军事将领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活动。但这个事情非常的保密，最近才被公布出来。那想说，我们跟北约有什么关系？北约10万8千里，怎么会跟台湾交流？搞了半天，原来我们的国军将领这几年来已经连续每年都派国军将领干嘛？去北约受训，而且受训的期间短则半年，长则8个月，也就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北约的运作。所以现在北约到了日本是办事处，那只是一个动作。原来台湾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还有今天我们国防部也证实了，我们的确会把这个 Link 22整个引进到台湾来。Link 22是 Link 16的一个升级版，也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 Link 22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更扩大范围的跟别人交流吗？现在大家非常好奇是，现在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澳洲，包括美国已经连成一线了。这个 Link 22整个结合起来，整个连接起来的话，会让整个所有的指挥系统都在美军的指挥系统。如果这样的话，那已经不是盟军了，而是一个整体的部队。这个整体的部队会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压力吗？好，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军事专家施小维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小维你好。宝杰好，大家好。好，这伟汉是刚才讲，我们都没想到3月底4月初，蔡英文去美国，马英九去中国，结果这个重要吗？意大利罗马的这个，也就位在意大利罗马北约防卫学院的院长，居然跑到台湾来。宝杰哥，这个东西我觉得太重要了，很重要吗？军事专家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交流吗？那我就问，我们现在是北约的一员吗？不是啊。那北约的防卫学院的院长来台湾干嘛呢？关我们什么事？我就问，那他是3月27号来的，今天几号了？今天已经5月中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先前都没有人知道呢？为什么我们的国防部没有对外宣布呢？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还是外媒的报道以后？外媒报道，国防大学证实，但是对不起，宝杰哥，只有证实。来谈什么？只知道去了国防大学桃园龙潭，然后还去了中科院，谈什么细节一概 no comment。而且他是一个法国的将军法国的中将，现在是北约防务学院的院长。这个人居然跑到台湾来。再怎么讲，他是北约的防卫学院的院长，他来到台湾4天的时间，居然没有任何的军事记者去报道，表示这个新闻当时这个行程是非常机密的，保密，对不对？那今天是外媒报道以后，国防大学他认证了，可是他也没有任何解释。来谈什么？是以后我们台湾会有将领更多去北约防卫学院吗？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其实2018年开始我们有将领去了，每年都有人去了。我们以前也没谈论这个话题，好，可能军方知道，老百姓不知道。可是他表面的一个动作就告诉你，北约防卫学院以及北约，他可能跟台湾的交流会更加的密切。宝杰哥，你要知道这个 Ritman 他其实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我简单讲，2018年北约在冷战之后最大的这个军事军演，在这个挪威、冰岛跟这个芬兰有没有？你看这个3叉戟军演。当时2018年就是这个 Ritman 院长他所主导的，他当时当了地区的这个指挥官中将，对，所以他是在这个北约防卫学院当院长，而且呢，他有能力能够整合。宝杰哥，你要知道北约他是有能力在北约进行跨国军事演习的人。你的重点那2个字叫跨国，而不是军事演习。军事演习很多人会，但是整合自己国家的军队，我只会有自己国家的军队，那是一回事。可是他在北约，他可以整合其他好几个不同国家。北约现在这样30个国家，他要能够同意怎么样能够一起来做军演，对抗俄罗斯嘛。他当时做了2018年的这个3叉戟的这个军演，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他有能力整合，而且他有区域平衡的概念。然后他来到台湾，大家才意识到说他到底来台湾做什么。而且这个3叉戟，它有30个国家，4万5千个兵力，各种它是海军、空军、陆军3军联合演习，还有杜鲁门号的航空母舰当时也一起参与。所以你看一个这么大的军演，4万5千人同时在那边上他起在进行军演，要怎么防堵俄罗斯？可是那个军演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整合所有的国家，所以包含了武器，还有它的通讯设备，以及它的整个战法，还有演习的配置。这个 Ritman 他是能够整合整个区域安全的。那他来到了台湾。那观众朋友会讲说，这个北约防卫学院到底是什么呢？对啊，我们台湾北约防卫学院其实2018年开始，以前有校官去，可是呢，2018年开始，郭立生他是第一个去。那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好，结果我跟大家讲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我们的将官、校官出国会有一个出国报告网。
可是，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军方的出国报告网当中，没有这个。郭立生跑去北约防卫学院的这件事情根本没有报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了哈，我可能在军事我外行，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我嗅出它的不一样嘛。为什么郭立生在我们的出国报告里面没有？所以说，我们的叫你出国要写报告的，这报告有些是要公开的，它是完全密封的。八军团的副指挥官去了，而且去了以后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今天你回头去看北约防卫学院它的官网上面，照片里面有郭立生嘛。所以这个事情，好，那当时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是去看北约军事学院的年会，对，我们才知道他去了。但是北约军事学校的这个常年会是一个2017年，那2018年他去参加他的这个将官以及大使的训练营，所以郭立生算是我们跑去北约防卫学院的第一个将官，校官有，可是将官以上，另外张杰。好，还有我们的飞行员，这个飞行员他参加的是这个短期的训练班哦，所以不是那么正式。所以你要知道哦，北约的防卫学院，我们的校官跟将官是有去的，对。可是以往并没有这么高调，对呀。因为北约基本上我们也不是北约成员啊，对啊。可是你在一旦高调的情况之下，现在连他的院长都来的时候，我们搞懂北约干什么？北约它就是要能够整合30国的力量，跨国联合演习。那跨国联合是我们现在求之而不可得的，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发生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希望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美国有事、全球有事嘛。但有事归有事，你要能够结合。宝杰哥，这张图简单讲，这个叫 Link 22哈 ，Link 22，它是什么？它是北约用来去通讯、整合所有的包含电战机、战机、直升机、路面作战、潜水艇、军舰，所有东西可以靠 Link 22。可是你看哦，它就是慢慢发展来，从 Link 4、Link 11、16跟22。那22是16的升级，因为16跟22才有办法来这个抗干扰，另外2型是不行的。那我看很负责任跟大家讲哈，我们其实中华民国军方很多事情我们一般老百姓不清楚。另一个22这套系统，我们2019年就希望有了，可是2019年4年前北约没有同意，这是北约的，我们不是北约啊。但是就那个22北约的这个2019年没有同意，但这次为什么我们现在传出要可以取得了？是北约要同意吗？因为美国让北约的各国家同意了，因为你那个22要出去以后，它可以得到，我用一个简单方式啊，因为我很喜欢玩那个网络游戏，开图啦。今天我有这套系统以后，所有中国大陆的军机、军舰、海底下有什么开图了，同时我们就看到了嘛。你躲草我一样看到你，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我以前我们买的系统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呢，当然它还有钱的问题。你要知道，它能够整合所有的美国的规格系统之外，连我们自己中科院研发的也可以，还有其他欧规跟英国的武器也可以。所以 Link 22你一旦有了以后，我刚刚讲很简单，就是那个2个字：开图。我们一旦两岸出现危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美国、跟日本、跟韩国互享那个讯息，然后同时我们可以掌握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状况。所以Link 22何其重要！2019年我们就想要有啦，不是钱的问题，人家没有卖给你，台湾又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宝杰哥，现在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已经说服了所有的北约成员要把这套系统卖给台湾了，所以我们就会成为美国、日本、韩国跟北约的一份子。虽然我们还不是北约，但是已经形成有北约的一个防护网当中的一员，这个讯息就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有Link 16，可我们的Link是什么？我们的 F16上面有，我们现在的美式装备有，可是我们有很多不是美式装备啊，那有的是我们自己的 IDF 啊，幻想怎么办呢？现在如果第一个就国内部来讲，我有Link 22，在美国的同意之下，我们可以把不同的这个全部都整合起来，不然是各打各的。另外就是我们搞不好也可以跟菲律宾，也可以跟也可以跟韩国，可以跟日本全面整合了。宝杰哥，你现在讲到韩国哈，这2天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因为南台湾人可能比较清楚，就是为什么最近有韩国的这个黑鹰的这个就是飞机战机不断的来到我们韩国的小港机场台湾的小港机场高雄了。你要看哦，他在去年8月来过的时候，很多的这军事迷跑去拍，想说这个黑色的黑鹰战机 T50它来了以后，我们要去拍，因为台湾罕见嘛。结果呢，你去年拍过一次以后，发现今年2月16号来，3月14号来，都是今年哦，5月17号，短短的2月、3月、5月一直来，而且呢，我告诉你，等一下。去年的8月18号，对，来了以后我们还觉得天大地大的事情，对，还拍了以后还改了 tempo， 就厉害，结果嘞，2月、3月、5月都来啊，3个月就来3盖啊！而且我告诉你宝杰哥，因为我没有在当地拍，但我看军事迷他们讲，他在起飞，因为整补完加油，他要离开嘛，他从韩国要去澳洲，他途中就来台湾加油，来台湾加油之后呢，再飞去澳洲，然后回澳洲回来的时候呢，又在台湾整补。但你知道吗？他在起飞的时候，他是平行起飞，3台这个黑鹰针一起起飞，这是一个特技动作，一般正常起飞不需要，所以他有意要让大家台湾的军事迷看到韩国的黑鹰这个厉害飞机在台湾，对，他虽然他来这里嘛，那你要倒回来看哦，刚刚所讲的Link 22讲北约的国防宣跟讲这个韩国的飞机战机大家想想有什么差别呢？你要知道，日本
在1979年就已经开始跟北约来进行交流。韩国在2005年也有。那这日本、韩国，我们台湾毕竟对不对？两岸关系我们排除在外的。可是你要知道哦，我们现在看起来，日本跟韩国恢复军事情报网之后，现在北约的院长来。然后看到北约的这些韩国的战机来，然后你要看到美国，他一直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整个日本跟整个亚洲有事。所以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动作跟韩国的战机来，虽然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解读，但他也不让外界不看到，我们就常常来台湾，而且我们系统要整合以后，到时候台湾就成为拥有北约的 Link 22整个在战争时候的一个整个战略系统的一部分了。好，董事长，我们这里讲，印太司令讲了一句话说。我有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让中国不敢来犯台，第二个就是如果我的第一个任务没有达成的话，我要确保我要投入战争，而且我要打赢这场胜战。昨天我讲你的底气何在？你凭什么这样讲？搞了半天一个小小的台湾，刚不用讲哦，你整个印太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强的兵力、最强的武器，甚至你可以动用的航母还是完全满载，就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对你整个中国形成一个灭国战争。各搞了半天。我们现在跟北约都来了。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有个最大不同点了。拜登政府强调就是说，他跟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拉帮结派。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跟北约、跟欧盟建立恢复良好关系。那川普当时是吵架，跑去跟这个德国人要钱，然后把这个驻德美军把它移到波兰去，到处翻脸啊，这是川普。所以这2个不一样的概念。那目前来讲的话，按照川普的拜登的做法，目前成功，要把这个北约跟欧盟大概整合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外交跟军事行动都同一步调，一步一趋了。除了少数国家像法国啦，有些单一的行动以外，但重要国家都已经整合好了。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构成极大的威胁，跟中国也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个部分。所以你说，美国在某个程度来讲，在它的军事联盟，它已经号令一致了。对他大概所以说现在说对北约要跟欧盟部分，现在谈到说亚洲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是第2个问题了，因为亚洲的部分就没有像过去的那么这样的有完整的法律跟合约的保障嘛，因此一直在虽然有新闻媒体在报道所谓的亚洲北约的架构在推动中，但是有各个不同的关系，包括它跟印度的 QUAD 啊，还有AUKUS 跟这个澳洲的 AUKUS 啦哈，跟韩国跟日本有不同的联盟关系啊，所以这个东西都还在整合当中。但整合当中有一个概念已经出现，就是说它已经让这个北约也介入到亚洲的事务里面，然后保障所谓的在西太平洋跟南海的这个自由航行跟自由飞行嘛。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对这个中国构成极大的压力跟威胁。对同时包括德国在高唱所谓的人权主义这一类的事情，所以道德来约束中国，所以这个又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那不是只是在欧洲达成包围以外，在亚洲也形成一个新的包围，逐渐形成当中。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情，你看，北约的将领都跑到台湾来，我看到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等于是北约的，刚刚讲的是防卫学院院长，相当我们国防大学的校长。对，我刚刚坐在这边听我们几位专家在谈的时候，就是说，他让这个 Link 22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链的系统，可以让我们的装备，可以让跟美规的这个所有的指挥中心相关的能够通信上面能够对话嘛，主要是能够对话。对话的时候，它能够整合战时的战力，它主要的现代化的这种作战方式跟过去不太一样。以前是要打电话嘛，现在可能按电脑就可以了。那这看起来这个样子来讲的话，你看这次的发言是我们的国防部的这个规划司司长李世强中将他讲了嘛？他说他讲的很简单，北约取得北约 Link 22数据系统是为了与美方连结。你注意到了没有？跟美方连接，我怎么会跟北约取得这个 Link 22的 data link 嘛结果是为了跟美方连接呢。换言之讲，这个是北约的东西，也整合了美方的所有的系统在里面。对，好，对的。但我们讲，我们在过去跑新闻，非常重视什么？人事新闻，因为人事新闻就会决定你真正政策落实，你真正的政策方向。现在，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新的人选。是从印太战区出来的。如果从印太战区出来，我参谋联席会主席是我最高的军事首领，
我等于说印太就变这么重要了。对，没错。那么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啊，那么 CQ Brown 这个俗称布朗啊 ，CQ 是他的相关的这个姓氏的这个缩写啊。那他是非裔第二人，但是问题是啊，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为什么呢？他有3000多个小时的飞行经验，然后呢，其中就在准战争情况之下飞了130多个小时啊。那么他距离现在最近的经验，则是在这个太平洋所有空军是由他调度指挥，那么印太的整个空军呢，也是由他负责调度指挥。他来当这个所谓的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的话，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要全部把重心几乎都集中在印太，尤其是太平洋。那他最主要要对付的人是谁？就中国嘛。所以他也是专门调度这里部队的人，没有错。所以表示他对空军所有的一切，那美军的空军呢，在这个印太里面呢，其实我们常讲印太其实就是还是以太平洋的这个中国为主嘛。他非常的了解，他对整个战术非常了解。为什么呢？中国在南海不是把这个填海造陆，然后把很多的礁变成岛嘛，变成人工岛。然后呢，那时候还甚至于把很多的这个轰炸机呀，故意飞到接近关岛的地方嘛，还把他的飞弹说是宽岛快递嘛。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刚好在太平洋，就是这个 CQ 布朗这个等于说将军啊，他负责指挥太平洋的空军那个时候，所以他对整个中国，你要在太平洋上面呢，如何想要称霸你的战术运用，你的战术的行为，他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找他过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现在对美国全球布局里面重中之重的印太里面，我还是要强调，讲都讲印太啦，事实上就是太平洋啦。他对中国非常的了解，所以才找他来啊。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呢，刚刚大家不是讲说现任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米诺直接公开讲嘛，我美国总统跟国防部长给我两个任务而已嘛，一个任务是避免台海战争发生，也就是避免习近平来攻打台湾嘛。第二个是，当我第一个没办法避免的时候，我就要战斗，然后获得最后胜利。我讲坦白，这是有史以来最明显、最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战略的相关的一个等于陈述。他几乎告诉你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嘛。他是这个意思嘛？过去美国总统拜登讲的时候，有些人会解读说他可能讲得太快了，还是讲得太模糊了。可是如果连印太司令那么都直接这样讲的话，你会怎么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啊，那么就在昨天深夜，不是美军用波音77运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刺针飞弹嘛？对。那因为是美军直接送给台湾的，这跟我们台湾买的不一样。各位，我们现在现存的这个等于说刺针飞弹，包括阿帕奇发射的，包括复仇者飞弹、悍马车了，也包括现在东沙岛、太平岛的 DMS 并联式的这个等于说刺针飞弹，哈不啷当加起来总共是1800枚呀。然后我们另外向美国采购了500枚的这个监射型的单兵使用的，就是昨天晚上运来的这个刺针飞弹啊，500枚。另外去年底加购500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兵役又恢复到1年嘛，那包括教招的这些人要训练他们，所以另外加购500枚是给这一群人用的。500枚是给一般的这个等于说那个志愿役用的嘛，所以我们等于向美国采购是1000枚的相关的这个这个监射型的刺针飞弹。不好意思啊，因为受到乌克兰的影响，所以厂商交货延迟 delay 嘛，所以美国昨天晚上送来的是库存直接拿出来的，这些拿出来的都是多的5亿美元。不算在我们军事采购里面的，所以呢，我们买了1000枚，还会陆陆续续交货给台湾。但是昨天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多出来先给我们用的，你知道吗？这个可以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包括各个机场、包括各个港口都可以先用。我告诉各位了。以后我们的1年兵要学这个吗？我们的后备军人要学这个吗？事实上，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教招，是目前为止呢，是把这1年常备兵役讲到一个重点了。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肩上扛着的那个发射器真的去发射，但是怎么使用，我相信每个人都要学会，你知道吗？你必须要去学，要学当兵，要学都必须要去学。你不要以为非常困难，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如果那么困难的话，
乌克兰的军人怎么会在战场上把刺针飞弹、标枪飞弹用到淋漓尽致嘛？那时候我们都讲到嘛，为了取得方便，所以他们甚至于乌克兰的那个军方直接把刺针飞弹跟标枪飞弹就放在派出所里面嘛，就在警察局里面哦，所以你就知道，那么这些都是以后必须要学的。那现在1800枚，未来对不对哈？还会增加，源源不断更加，另外定了1000枚，然后呢，美国再送给我们，估计台湾大概有3000多枚，以后会有3000多枚的刺针飞弹，它还不包括标枪飞弹跟所谓的那么托式飞弹托式2B4的这个无线射频飞弹嘛，你不要忘记哦，今年会有2个联兵旅直接拉到美国去受训。而我们现在很多的相关的，包括手势，包括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我们相关的这个指令啊，全部改用英文。那我问你，为什么没事要改用英文？就是因为有朝一日研判有可能跟美军会并肩作战，所以你必须用这样的一个套嘛。那除此之外呢 ，Link 22，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宝杰，你知道我们现在也在用大型无人机腾云跟瑞渊嘛？瑞渊、腾云，你知道吗？台湾有上千枚以上的地狱火飞弹。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 MQ9P 的相关死神无人机嘛？如果有挂架的话，就可以发射地狱火，这个等于说这个飞弹嘛。我们的瑞渊没有办法去挂地狱火飞弹发射，为什么？因为美军在干嘛的时候都留一手，你知道吗？Link 22来了以后呢，就可以整合这个问题。而我们现在的飞机 F16可以跟这个相关的响尾蛇飞弹啊，可以跟雷达可以互通干嘛？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 IDF 没有办法。还有包括法式的幻象机跟法式的拉法叶舰也都没办法。我们有那么多的武器弹，有那么多的这个军舰跟飞机，竟然没有办法用一套来同时整合啊！以后 Link 22来了以后，我们的中科院的各式各样，包括飞弹、天宫飞弹，以后不会再发生跟所谓的爱国者飞弹没有办法同时指挥的状况，以后都没有这回事了，就可以同步那么一起来进行一个整合啊！还有就是。本来北约有2个国家是反对台湾拥有 Link 22，宝杰你可不要忘记 ，Link 22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授给台湾是在昨天，而昨天发生什么事？昨天刺针飞弹免费援助台湾的就同步抵达，这个是故意有机会的告诉大家，美国跟北约现在是跟台湾站在同一边。好，小伟，今天刚才讲，现在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小查尔斯·布朗，他以前是 F16的飞官，对，有300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然后他对 F16非常熟悉，他对印太非常熟悉，他也对台湾非常熟悉吗？他在整个这个服役的过程中，其实我还碰过他一次。你碰过他？我2020年在新加坡碰过他，那时候他在在美国的那个整个摊商的一个记者会上有出来跟大家见过面。然后他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但是他的军旅生涯之中，其实有个地方非常大家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哪里呢？他2007年到08年，他在韩国指挥一个 F16的联队，也就是他是韩国8联队的联队长。那其实你说在印太地区担任过联队长的，基本上都不是简单的人物。那像他以前是 F16的飞行员，那像之前那个川普时期有担任过亚太次线的那位Stewart， 他呢本身以前也是35联队，就是在日本3泽基那个联队的联队长，他们几个都是这种 F16这个性能展示飞行员出身的。对 F16 性能，第一了若指掌，第二在韩国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因为其实韩国在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前线上来讲，它是一个随时要准备投入作战的单位。因为为什么？因为金正恩金正日到金正恩有100万地面大军，那这100万地面大军如果真的要杀过这个38度线，对不对？哇，那在韩国的美军一定是要第一个起来作战，所以他其实对包含政治情势，也就亚太地区这么复杂的政治情势，日本的、韩国的大陆、中国大陆的，然后台湾的等等，他要非常的熟稔跟了解。那后来他担任 PACAF， 也就太平洋空军的这个司令。太平洋空军司令昨天跟大家介绍，太平洋指挥部底下太平洋空军跟太平洋舰队是他最重要的2个矛头。那他在太平洋空军的这个任内呢，他掌管了包含像阿拉斯加的部队、韩国的部队、日本的部队，还有包含在整个那个西太平洋关岛等等，都在他的这个指挥辖下。所以他其实对西太平洋地区所有的武器的这个运用，包含这个如何在第一时间派遣重装备到西太平洋地区展示美军的这个实力。可是你是空军啊，这个地方主要是海军啊。
他懂海军吗？其实海军，因为现在海军要能够发挥最大战力，其实美军来讲，美军他们到一个联参制度以后，他们其实空海陆的这个作战，他们基本上都要通，即便自己不懂，他也要有足够强的这个参谋。而且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能够展示最大的战力是什么？就是跟大家讲，昨天介绍5艘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其实它上面就是一个舰载机联队，就是一个战斗机的单位。那这时候其实它在运用的时候，就如同它在地面的这个空军的部队一样，它要如何能够有效运用？其实空军跟海军航空队作战概念是相同的，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进行空中机动作战。那这个空中机动作战其实就是刚好是它的强项。那他强悍吗？他其实个性非常的谨慎，但是呢，谨慎之外我个人觉得谨慎并不代表就是他保守，而是呢，他必须要非常忠实的实行美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像比如说，现在印太司令说，我现在要求在太平洋那个地区，第一就不要让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第二，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冲突，我就要设法打人。其实美军的这个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一样，也就是他政府命令他做什么，他基本上就把这件事情办到好。虽然说他们可以对状况做最坏的最坏的打算，但是呢，但是他们对这个战情要做最好的准备。你等于说，他现在等于说是印太司令的老板，等于说今天印太司令，你今天这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作战的。印太司令现在讲，我现在有2个任务，第一个是这个地方不要打仗，打仗了以后我就要投入战争，我要打赢。那背后的老板就是他，才可以确保这个计划可以执行。现在他的任务担任就所谓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变成这个美国总统的军事幕僚长，因为他其实呢看起来他本身是跟这个他的这个位置是在五角大厦，看起来他好像是美国国防部长幕僚长，其实不是，他是要对美国国防部长以及美国总统都提出最好的军事参谋建议。也就是说，今天他们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里面包含像海军的这个军令部长、陆军的参谋长、空军的参谋长等等，在这边他们之中会产生2个更高阶的一个跟我们讲的联席会议主席。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要把这些所有参谋首长所有的这个建议跟国防部长还有跟总统报告，让总统跟国防部长在之中选一个最好的这个方案。另外就是今天也宣布我们可以卖我们另个26，对很多人不了解，真的有了这套系统，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面上游的，包括潜在水底下，它可以完全整合吗？那这一套整合，它本来是适合北约的，所以如果要把另个22卖给台湾，要北约同意吗？因为其实它原本是你看这个 Link 16的一个升级版，我们这边6个来宾跟宝杰哥，我们通通透过一套电脑系统之后，然后网络通通连接以后，我们每个人站的位置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可以往这边看，然后伟汉可以往那边看，然后小峰可以往这边看，那这时候我们看的范围都各自扩大，对不对？但是透过这个无线电脉冲，把我们所有的资料通通投到一个叫战场共同图像上，就是刚刚伟汉讲的开图了嘛。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向外看，我也可以向外看。这时候还有更重要一点，好，今天你发现这个敌人从那个瑞德哥那边过来了，从瑞德那边来了。对，那这个时候不得好，那个伟汉手上没有好的武器，但是你有，而且你打得到，那这时候怎么办？你动手去打他，那这个时候就透过这套 Link 16系统去协调。我们在俄乌战场上面看到很多的 A 倒 B 射，等于说是。这就是这种系统吗？它其实本身是一个战情资讯系统，告诉你有多少敌人，敌人从哪里来从这个伟汉那边过来，但是你有更好的武器，你可以去打伟汉那边这个敌人。那同样 Link 22是干嘛呢？它是这个整个系统的升级版。为什么？重点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太多，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搞自己的武器不是每一个武器都是从美国的国防系统承包商出来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它的内码等等都不一样。那这时候它要能够跟这一套系统能够相融。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原本台湾的那个叫博胜是 Link 16的台湾版，那后来呢，现在变成Link 16版，但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跟法制的武器，我们就刚刚那个快效拉法叶，其实这之中间我们刚刚讲就是那个交换码、资讯交换码不一样，那这时候怎么办？就透过北约开发这个 Link 22，它其实就是以 Link 16为架构，其实呢把原先跟美国在北约里面跟美国不相容的系统，通通能够建立联系。现在就变成说，好，如果你是拉法叶舰，然后这个小峰是幻象战机，我们在空中原本它没有办法纳到我们刚刚讲那个 Link 16里面，对不对？现在换成你们2个也可以进来了。那同样的，你看到也可以告诉大家，那同样小峰看到也可以告诉大家，敌人从这边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联手对付他。其实呢，就是一个连线打怪的概念。好，那刚刚讲的是我们的国防部讲说，我们的主要是要跟美军来联。
如果是跟美军连，以前我们只有 F-16可以跟你连，我们只有美式武器可以跟你连，像我的 IDF 也可以跟你连，我现在的幻象也可以跟你连，我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拉法叶也可以连，甚至我们自己做的雄风飞弹也可以跟美国连了。其实今天美国要能够介入两岸之间这样一个冲突的话，它最重要就是其实不仅就是说我们要跟他连，而是我们跟他连了以后，他看到什么就等于我们看到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开图的效果就是那个克劳塞维兹讲的最好。战场其实就像一团迷雾，但是呢，你透过这个战情资讯系统之后，就这个 data link 之后呢，你就把你这边的雾给吹散了。但是对不起雾还是笼罩在敌人头上。那这时候你的雾没了，我们大的雾都没了，我们看的战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你能帮我，我能帮他，彼此之间能够对共同敌人进行联合作战，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部分。特别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如果能够跟美军通联的话，也就是美军看到什么，就能够透过这套战情资讯系统告诉我们，你们现在哪边敌人从哪里来，你们要赶快把部队集中在那个地方，堵住那个缺口。如果照这样讲，如果有了那个22，美国对于台湾的所有的状况就更了若指掌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不见得真的自己要派部队下来但是他可以透过这个 Link 22这套战情资讯系统，他等于说你在打仗的时候，我坐在终端机前面看到，跟台湾国防部在衡山里面看到，跟在哪里舰队司令部看到一样的，跟那个横治所什么看到都一样的。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你的敌人今天从哪里来了，你要用到什么资源去截击他等等。等于说美军就可以借由他的情报的这个优势，告诉我们说敌人在哪里，有多少，我们要去如何能够有效的把敌人给歼灭。好，那现在有个江湖传说，就是韩国这个不是黑鹰特技飞行组的 T-50来到台湾吗？而且来了3个吗？他说他现在做得非常好，他居然是我们的 IDF 的兄弟，叫做伪国机。他最后的1里路是我们倾国号战机 IDF 的那些工程人员把他们完成的。没错，其实以这个虽然说我一直不认同它叫伪国号，为什么？但是它的确有非常重要一点，是我们台湾的工程师帮忙。因为当时我们跟美国学那个什么 FCK-1，也是经国战机设计跟制造的时候，美国人很多事情是不跟我们讲的。比如说，你做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你要去问美国的技代，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弄？他只能点点头或摇摇头。当然啦，他不跟你讲，对，不跟你讲，他只点头。但后来呢，那个台中的 bar 很多嘛，对不对？bar 就喝了一圈之后，慢慢的，除了点头之外呢，他甚至会告诉你，多讲一些，就比点头之后多讲一些。那但是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当时还是对我们有设限他是设限什么？他说，我现在教你全机系统整合。他们其实美国人就叫什么全机系统整合。对，他其实美国人姿态很高，认为说我这个教你们台湾人，你们这些东方人这个吃巴蛋长大，你应该学不会吧？但没有想到被我们学会了，台湾会了，对，被我们学会了全机系统整合，因为这个很重要。难怪傅老师一天到晚讲系统整合。对，系统整合非常重要。等于说，你今天这所有东西能够装在这个飞机上，要能够发挥功能嘛？你看，像我们现在 F-16为什么说迟交？现在的问题其实就卡在这个全机系统整合上，因为你新装了雷达、新的任务电脑、新的那个飞控电脑等等，通凑在一起，这个时候你难保不互相干扰。这个东西就是全机系统整合要去解决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韩国他在开发的时候，一样，美国人发现，不对，交给台湾人学会，我就不能再交给韩国人。那这时候韩国人怎么办？他们就把当时那个中科院航发中心负责全机系统整合的部分，当时呢找了大概差不多10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多，真的，但是就是这10个关键人物去之后呢，帮韩国把这个全机系统整合的问题给解决了。好，体会，刚刚讲的是今天在这个蔡英文去美国，马英九去中国这个时间点，刚刚讲的。北约有一个防卫学院的李提曼，他是院长，是法国陆军现役中将。而且刚刚讲，他曾经有一个3叉戟的演习，一下用45000人，30个国家，陆海空潜舰什么都有。他这么一个重要的人，他干嘛没事跑到台湾来啊？2016年，其实我们已经有北约退役的一些将领就在台湾来了，那些智库的会议我都有去参加。你说北约退役的将领来过台湾？对，早就已经在接触了。然后后来最近来讲的话，又有北约的前秘书长到台湾来过。所以北约开始跟台湾的接触，其实也不是因为说他们本身来讲，过去来讲，本来不是说他们有这个想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跟台湾有什么建立关系，而是美军在背后来讲的话，主导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像包括我们的 Link 22要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也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呢？其实美国，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美国不会有去成立什么叫做亚洲版的北约。他根本就是把北约搬到亚洲来，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根本就把现有的东西把北约全球化了。那把北约全球化了，或者这个东西，我要问一句：日本会加入北约吗？
韩国会加入北约吗？目前日本跟韩国都有参加北约的网络安全的演习的一个作业，也就是他们是会员国。现在北约又要在东京成立它的联络办公室，对，所以你看到北约它已经慢慢所谓的东扩，它东扩不是越过什么俄罗斯这个东西了，已经不是到是直接跑到印太来去围堵中国这个概念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乌克兰那边的战事差不多以后了，我认为北约会大力的整个在经营印太这个东西，因为北约它有一个思维，就是它如何经营印太战略。那这是美国虽然提了印太战略，但是同样的太平洋的另外一岸，加拿大、美国这些都是北约会员国，甚至法国本身来讲，在太平洋上有很多的部队，有很多的军舰，岛礁是它的，它本身就是北约的会员国，再加上日本跟英国之间有签 RIA 这个东西军事相互阻止协定的东西情况下，未来英国更多的军舰会出现在日本，所以等于说所有的北约的重要的成员，除了未来法国、德国也。那当然讲法国了，那德国未来过来之后，差不多所有的主力都来了，所以主力国都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因应。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东西来讲，一方面当然是我们升级，当然同样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他们本身来讲也要了解到整个状况的一个局面。所以未来来讲的话，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已经把中国视为重要的威胁国了。